上周六，中国出了大新闻，党内出了特大腐败分子，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主任刘振立同时被拿下。星期六啊，这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就加班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又侠、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给大家通报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消息。其实这个消息大家听啊，也没有什么有效信息。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所谓立案调查，不是说现在才开始调查你，而是对你调查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你已经完蛋了。下一步等待你的是移送司法机关，移送经治法庭审判，你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终结了，才能叫立案调查。在立案调查之外，你比如说停职、免职这些东西啊，那可能程度比较轻。立案调查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证据非常确凿了，才叫立案调查。所以张又侠和刘振立啊，这两个人政治生命应该说是已经彻底完结了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就是这个新闻呢是星期六发布的。中共的新闻发布的时间啊，一般来说呢也有讲究啊。在周末发布重大新闻呢，有两个考量。一个考量就是不希望这个新闻呢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你想想，星期六、星期天媒体也放假嘛，媒体放假，这个新闻在周末放的时候呢，那你媒体的人休息啊，等到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呢，这个新闻可能就过去了，然后再有其他的新闻一上来，你就忙着其他的新闻了。所以一般来说，这是考量之一。第二个考量呢，就是这个新闻可能太着急了，等不到星期一发布了，才会在周末发布。但是你想这个新闻啊，张又侠是现在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刘振立是联合参谋部的主任，这两个人呢，应该是中国军方现在啊差不多最重要的将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现在中共高级将领中间啊唯二曾经有过实战经验的将领。那你想想，他们被拿下，这个东西你说，世界媒体、中国媒体能不关注吗？你别说是星期六你公布了，你就是半夜12点公布，大家也得紧急围观呢。所以说，你说这个新闻它在星期六发布啊，不希望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个理由啊应该不太成立。所以下一个理由主要就是说，这个新闻太着急了，等不到星期一发布了。为什么等不到星期一发布呢？我个人认为啊，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关于张又侠啊，也包括刘振立他们这个倒台啊被抓起来啊，已经传了好几天了，主要是在境外啊，国内呢不敢传嘛。为什么传了好几天呢？这里头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月20号的时候啊，这个中共啊在中央党校召开了一个20届四中全会讲话精神研讨班。这个研讨班参加的人呢是省部级以上干部，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这个新闻啊。台上坐了7个政治局常委，主持会议的呢是李强。习近平发表讲话，然后呢，韩正作为国家副主席也坐在主席台上。那么参加会议的除了省委书记和省长以外呢，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也包括中央军委的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也包括中央军委委员都要参加，这些都是副国级干部嘛。但是有好事者就发现啊，这次会议啊，有几个人没出席。在观察中共的政治运作过程中间，有一门学问呢，叫缺席政治学，就是中共的这个会议啊，什么人参加，什么人不参加，这都有讲究的。该你参加的会议，你不参加，那就有问题。那么不参加，一般来说有几种理由呢？3种理由。第一种呢，就是说你有其他正当的活动，你这个不参加嘛。第二个呢，你病了受不了了，这没办法可以请假啊。第三个，一般来说就出事儿了。出事儿当然有大事有小事，总而言之，你是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了啊。所以呢，这次会议中间，大家就发现有几个重要的人没参加。一个呢就是张又侠，中央军委副主席啊，他得参加呀。第二个呢，石泰峰，总组部的部长、政治局委员呐。第三个是何立峰，副总理啊。第四个呢就是刘振立，这4个副国级干部都没参加。那
那么何立峰呢，是因为有外事活动，他呢已经去瑞士去访问去了啊，所以呢他不参加呢，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缺席政治学里面的第一类，就是属于有正当理由不参加这个会议。那么剩下这3个人呢就没有正当理由了，所以大家都盛传说这个张幼霞呀、刘振立啊，还有石泰峰啊出事儿了。你要知道这一传呢，在中共党内可能就大家就会开始传得沸沸扬扬的啊。这里头特别有意思，石泰峰是宗主部的部长啊，去年才跟那李干杰兑换呢，那是宗主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啊。所以大家都传言这石泰峰也出事了，所以石泰峰啊，我了解的信息是得了新冠，得了今年这个最新的这个新冠啊，所以请假了。当然大家一传言他也受不了了，哎，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研讨班啊，他在北京是搞了4天，后来到第4天结业的时候，这石泰峰挣扎着到了会场，坐在那个地方，人在呢，你们不都传言我调查了吗？没有，我人在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个缺席政治学是蛮有意思的啊。但是这个张幼霞和刘振立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在这个会议上，那大家都在传言了，出事了。这么重要的会议，张幼霞不出席，刘振立不出席，不正常。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啊，大家都知道，从2022年开始啊，这军方啊开始大学习啊，从那个火箭军，再到这个苗华、何卫东，再是李尚福这些人呢，几乎啊一片一片的倒，这些上将几乎都没了嘛。所以大家怀疑啊，就是这个张幼霞和刘振立也出事了。这张幼霞最近一次啊，他出现在公众视野呢，是1月12号。1月12号是中纪委的全会，这中纪委的全会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会议啊。这张幼霞呢是军方负责纪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所以他列席了会议。那你想想，从1月12号到1月20号啊，这8天的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总而言之，张幼霞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在传，张幼霞肯定是被调查了，被出事儿了。所以有人就讲了，就在1月20号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开了常委会，当即决定拿下张幼霞。于是中央警卫局的这个军队啊，直接到他们家把他拿下了。与此同时，把他儿子也一起给抓走了啊。所以啊，这张幼霞这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啊，这就算是完蛋了。那么到了1月24号这一天呢，那就不得不公开了嘛。你想想，从1月20号这出事儿到1月24号已经4天了，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所以不排除在1月24号这一天，星期六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消息紧急给公布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啊，就是张幼霞、刘振立为什么会被习近平拿下啊？因为这个军方应该说现在几乎已经没什么像样的将领了。这张幼霞和刘振立啊，已经是这个现在差不多是硕果仅存的了。你可以看一下中央军委上一届的这个领导班子，习近平、张幼霞、何卫东，然后苗华，然后张生民，然后还有这个李尚福。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一共6个啊。现在这6个人中间呢，5个都已经完蛋了，就只剩下习近平和张生民了。张生民呢是军纪委书记嘛，专门负责抓这些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张生民基本上把能抓的、周围能抓的就全抓了。他如果是再接着抓的话，就只能抓他自己个儿了，或者抓习近平了。就整个中央军委应该说的已经全军覆没了，因为张生民那是替习近平亲手干活的嘛，干脏活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一届中央军委已经全军覆没了。那么为什么张幼霞这次倒台呢？我个人觉得啊，主要有这3个方面的理由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首先，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腐败。这个腐败啊，应该说啊，这个是确凿无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啊，这张幼霞倒台之后呢，在1月25号这一天，这个《解放军报》发了一个社论。这个社论里头就讲了关于张幼霞和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在这里头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中共的这些社论呢也好啊，也包括新闻稿也好啊，他一般来讲啊，他会把他能说的内容都告诉你。当然还有很多不能说的内容啊，他就不讲了。当然还有一些隐晦的这种表达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头他再次强调，表明党中央、中央军委啊
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挖多深的鲜明态度。那就讲到了张幼霞和刘振立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军委领导班子的形象威信，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等等吧。像他那个位置肯定比较严重啊。紧接着他也讲到了，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间的拦路虎啊，绊脚石。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这里他讲了一下，他说这个反腐败啊，不是越反越多，是越挖越深。所谓这个不是反腐败越反越多，啥意思呢？你想想这一轮的反腐败啊，从火箭军的那个窝案，再到苗华，再到李尚福，这一批一批的倒啊，再到这张幼霞和刘振立，中央军委都没了，反没了，那你这不是越反越多吗？那人家就解释了，不是越反越多，是越挖越深呢。这个张幼霞和刘振立，他是潜伏了很长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那我们现在决心大嘛，于是我们就把他们全挖出来了。这里头还用到一个词，叫换羽重生。所谓换羽重生，就是把过去的毛都拔掉了，那重新长一遍羽毛，那这个鸟就重新飞起来了啊！你想想啊，所以实际上张幼霞和刘振立啊，他们的腐败问题应该说是确凿无疑的啊。那现在他肯定没有公布啊具体的腐败是什么内容啊，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啊来推测一下啊，或者说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中共有一个军方的招标网，叫军品采购网。哎，我今天我上去看了一下，挺有意思的。这军品采购啊，这军品的采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非武器的采购啊，基本就通过这个军品采购网，比如说营房建设啊，比如说搞一个手术室啊，比如说搞一个什么营销推广活动啊，比如说采购一些食品啊等等啊，这些都通过这个军品采购啊。从今年1月1号开始，这军品采购啊，大量的公布了一些信息。什么信息呢？一个就是一些失信名单，就是说好多企业你在招标的过程中，你这个违规了，我就把你拉入这个失信名单了。第二个就是禁止你采购，参加禁止采购的了，暂停资格。这两个名单数量从今年1月1号开始大幅增加。其中这个失信名单我统计了一下啊，现在大概有451项，从1月1号开始到现在，主要是分为这么几类啊。一类就是有一些参加招标的评审专家，这些人不许参加评审招标了，肯定是有问题。另外一类呢，就是在采购这个物品过程中间虚假信息，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围标串标。那么这些呢，有的是终身禁止参加采购了，有的是3年禁止参加采购了，有的是现在是暂停。另外一类呢，暂停的这名单里头呢，我看了一下，从1月1号开始啊，到现在一共是343项。那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大。你想1月份还没结束呢，就是这2项都已经都是好几百项了啊。与此同时，大家可以看一下，联勤保障部还包括中国空军，都在征询这2个方面在招标过程中间存在的违规违法信息，号召大家去举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可以看到了吗？军队的腐败非常严重啊，就是关于这个一般的这个非武器的采购这么多的腐败。那你想，这几乎没有不腐败的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其实更重要的腐败啊，是这个武器采购过程中存在的腐败。大家可以看一下，火箭军的窝案发生之后啊，波及到全军的腐败调查啊，它不仅仅是军方的人，还有很多军工企业，什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呐、中国航天工业集团呐、等等啊，这些集团的老总基本都被抓了。这些集团呢，都是卖给解放军武器的。卖给解放军武器的过程中，过去武器采购的定价怎么定呢？按照中国的军方啊，2013年以前是成本价加5%，这成本价当然由这个军方跟企业来共同核算啊。这实际上是没法招标的，因为你比如说歼20，那就是成飞生产嘛，那你别的企业生产不了嘛，所以核定成本的时候就有很大的猫腻了啊。2013年以后呢，就改革了。不是按照成本价5%，
是成本，军方制定一个目标价，就我这个一个歼20的飞机，我大概多少钱，我愿意采购。那么你按照这个采购价，你制定你的成本，然后呢加上一个目标价的5%，然后再加上一个激励的利润机制。这个定价机制啊，不管是13年以前还是13年以后，它都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是由军方成立一个谈判小组，跟军工企业直接进行1对1的谈判，它没有招投标。那你想想，这个武器的定价里头水分就大了，尤其是你这个关于研发费用啊，关于其他的费用啊，完全是军方跟这个军工企业之间双方可以勾兑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一轮的反腐败的过程中间，涉及到武器购买的几乎全完了。张又侠咱就不说，这次啊，张又侠是2017年以前他就是总装备部的部长，2017年之后的总装备部长是谁呢？李尚福啊，李尚福也完蛋了，那国防部长啊。所以你就知道，在装备采购的过程中间是腐败的重灾区，而中国呢，军队啊，实际上现在没有有效的防范腐败的方式。你说有军队中间的纪委，军纪委的那个头也已经腐败进去了，也包括军队的审计部门的那个纪委也进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军队内部的自我监督体系对这个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腐败呢，主要是人事腐败，就是中国啊，已经30多年没打过仗了，上一次打仗还是跟越南打嘛。越南打完之后，不是有老山的两山轮训呢？这军队打仗的时候啊，他这个军人的晋升有一个客观标准，你能不能打仗，你打一仗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你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嘛？但是在和平时期的这个军队啊，你要晋升靠什么？在中共主要就是靠关系，然后这个关系怎么搞？就是搞钱嘛。我们原先做过，那徐才厚、郭伯雄那个时代啊，大军区级你要晋升的话，给2000万，给1000万都看不上啊。那张又侠那现在主管这个了，那苗华主管这个的时候啊，其实也是照收不误的。所以这个军队的晋升腐败、人事腐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轮的反腐败过程中，所有涉及到政治部的那些主管人事部门也几乎全都完蛋了。那31个整个这解放军的上将现在已经没了，都被动态清零了，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中共的这个上将里面啊，现役的上将有6位，这6位上将呢是张又侠、刘振立、张生民、董军，还有去年12月22号临时升的2个上将，一个是东部战区的司令，一个是中部战区的司令。这2个人是6个人，在这2个人之前是4个。但是现在呢，张又侠和刘振立也下去了啊，那就变成了4个了啊。也就是说，在22年之前晋升上将的所有的上将已经全军覆没了。因为张生民呢是这个2023年的时候晋升上将的啊，也包括这董军。董军虽然说现在没拿下他，但董军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实际上也是带病就职啊。为什么呢？董军现在是国防部长，但是中国的国防部长自从建国以来到现在啊，至少都是副国级，早期还是正国级呢。你副国级的话，就国防部长一般来说标配是中央军委委员以及国务委员，但是董军就任了国防部长之后，既不是国务委员，也不是中央军委委员，就是一个部长的职务。中国的国防部啊，实际上就是个样子啊，因为国防部自己没有机构，它只是这个中央军委一个对外军事交流合作局这么一个局主办的啊。所以董军的唯一的功能，国防部长的唯一的功能就是跟外军进行交流。但是为了交流方便呢，他一般来说都是高配副国级，但董军现在也不是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现在2022年以前晋升的所有的上将已经全部完蛋了。那你想想这个腐败程度啊，是空前的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啊，有人分析啊，说是这个政变，这张又侠呀，这海外不是很多讲，说是张又侠跟习近平争权呢，开政治局会议，张又侠明确要求习近平辞职，习近平不辞职，结果呢，这张又侠就逼宫嘛，习近平然后跟其他的政局常委一商量，就20号那天就把张又侠给拿下了啊。这海外媒体经常这么讲啊，但政变一说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啊。那大家都知道，其实习近平本身现在在军方的这个权力是空前的。2017年军改之后，他已经把整个过去的中共的军事体系完全重新肢解、重新重组了，3总部都没有了，中央军委就变成了一个整个控制中国军队的机构。
你包括军委副主席啊，实际上在中央军委体系里面，权力其实也是有限的，不像过去啊，你控制了总参谋部，控制了总政治部，你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权力有限。但现在习近平的权力是空前的，你想想，他能够把所有的将军、上将全部学习掉，他能没权力吗？这实际上是他权力啊高度集中的象征，而不是说他没权力还搞什么政变呢，是吧？而且你知道，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政变就是1976年，那次1976年把华国锋他们抓起来，主导这个政变的虽然有军方参与啊，但并不是军方自我搞的，军方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也是一个从属的地位啊。所以说中国的军方搞政变从来没这个可能，这是对中国军队体系啊完全不了解，海外这些听狂痴啊。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山头这个派系，说这个苗华呀跟这个张幼侠是两派啊，后来搞得你死我活啊。然后呢，这火箭军当时不是苗华他们调查的吗？调查过程中间就搞到这个李尚福了，李尚福就是张幼侠的人呢。然后呢，现在张幼侠把这个苗华他们搞掉了。然后呢，这些人又有些资料，结果被反扑了吗？最后自己也下去了啊。那我觉得山头这种分析啊，也有一些牵强。为什么呢？因为就我刚才讲了，军改之后啊，整个中国军队的管理体系已经扁平化了，不在过去啊，通过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啊，就是这种方式进行管理了啊。中央军委的权力是空前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过去的山头啊，你说有没有势力啊？实际上有。但是势力已经不大了。更重要的是啊，张幼侠实际上啊，他是习近平的人。你像上一次这中央全会啊，张幼侠以72岁的高龄能够当中央军委主席，那个超过了过去中共中央所有的这个年龄限制啊。当时有2个例外，一个是王毅，一个是张幼侠。那这2个人都是习近平的铁杆啊。王毅呢也是70岁以上的高龄，那留任了中共中央外事活动小组的主任啊。这张幼侠当上中央军委主席，这2个人跟习近平的渊源都非常深。你就是削山头啊，也不至于因为削山头把自己的人都搞了。张幼侠对习近平的忠诚度应该说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分析本身呢，实际上也是有问题啊。当然了，大家去比较一下，就这一次的这个社论里头，他也讲到了。说这个张幼侠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党指挥枪的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那这里头给人感觉啊，就张幼侠的权力太大，你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了嘛？那这个里头可能涉及到人事晋升啊。那不是《华尔街日报》不就讲了吗？李尚福的晋升就是把张幼侠给搞定了。那习近平可能在过程中间就觉得中央军委的权威受到你的影响，这种因素可能有，但这个不一定是山头主义带来的，就是习近平本身对权力过于敏感。那你副主席你掌握的权力太大了，那你可能就是破坏了军委主席的负责制。所以在我看来啊，就是这个山头主义啊，也包括政变，基本上不是那么强烈的一个信息啊。这政变说呢，都是纯属胡说八道啊。第3个方面的分析啊，就是说泄密说。就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华尔街日报》啊，魏玲玲这个记者啊写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啊，从昨天发出来之后啊，立刻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这篇报道呢，披露了一些很关键的信息啊。他说，1月24号这天上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军方高层的通报会议。这个通报会议中间呢，通报了要调查张幼侠和刘振立。这里通报的信息主要有2个，第一个是腐败了。说张幼侠把这个李尚福搞起来，当时这个人事腐败就是他这么搞的啊。然后据说还派了军队调查组，因为2007年之前，张幼侠不是当沈阳军区的司令吗？到这个沈阳军区去调查，说到那个地方啊，都不住在军事基地里头，都住在酒店里头啊。就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说之所以把张幼侠拿下，是因为张幼侠向美方泄露了中方的核设施的数据，导致了中方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武器方面的安全缺陷。而且说的还是非常神呢，说这个信息是谁把这个张幼侠供出来的呢？是这个中国核工业集团的总经理，叫顾军。这顾军呢，1月19号也被中纪委宣布拿下了，立案调查了。你想想，
20号这一天，张幼霞他们不就完蛋了吗？24号就把他抓起来了嘛，说顾军把他给供出来的，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链条啊。那么这个信息出来之后啊，大家都在分析可信不可信。那么我也来分析一下这个泄密说本身可信不可信啊。应该说中国这次啊军队的反腐啊，肇始因素啊，可能就是跟泄密有关。大家都知道，2022年的时候，美国的空军大学下面有一个叫中国航天研究院，这是一个空军大学下面的智库组织啊。这个中国航天研究院一共有8个人，这8个人中间啊，个个都会讲中文，平时号称利用中国国内的一些公开信息来分析中国航空航天这个军事力量的部署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网站我去看了一下啊，他们经常发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啊，但总体来讲研究报告的水平并不高，因为它都是利用公开信息嘛。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他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啊叫中国火箭军报告。这个中国火箭军的报告不得了，255页啊。这个火箭军报告就把整个中国火箭军各个方面的信息啊给挖了个底儿掉。比如说建制上，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然后他下面的编制啊，编制里头比如说作战局，有这个训练局，有情报局，有这直属局，等等等啊，10来个啊，每个局的局长政委名字都有。那么地址也都非常清楚，火箭军的司令部在北京的海淀区清河镇小营西路31号，非常清晰的把中国火箭军的司令部的地址给告诉了。这个火箭军总司令部的地址啊，应该说还并不难查啊，但是啊，他这个255页的报告里头，可不仅仅是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个机构的数据啊，有些非常微观的数据，他也非常清楚。你比如说，他这里讲到了火箭军里头有一个测绘大队，这个测绘大队成立于1977年，它是一个团级单位。团级单位，你想想，在中国火箭军里头就不算特别重要的一个部门了啊。但是你想想，它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叫东小营镇，这个叫和林丰一园188号，团长叫李建伟。这么重要的信息，你看他都直接给列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啊，他把火箭军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建制啊，这里头做了一些分析。比如说，中国火箭军啊，一共有9个基地。这个9个基地里头呢，其中有6个基地啊是作战基地，有3个基地呢是支援部队。这6个基地里头呢，每个基地的地点在什么地方？每个基地下辖的这个火箭军的建制一般是6到7个旅，其中这61基地啊是专门针对台湾的，而64到66基地啊是专门搞那个远程火箭的。战略核打击能力可能是针对美国的啊。那么这中国现在的火箭军呢，大概一共有40个旅，每个旅下面呢下辖6个营，每个营下辖呢是2个连，然后呢这一个旅呢大概有40个左右的发射载具，100多枚这个导弹的发射能力。那这个信息你想想都这么准确啊。更重要的是，你就比如说这一共9个基地，每个基地的地址底下面的建制又非常清楚。比如说这61基地下面，比如说有个611旅，它是一个副师级单位，它的地址呢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这个旅长呢叫陆文龙，政委呢叫魏兴杰。你想这么清楚的名字都给大家报出来了啊。然后呢，他发射营，比如说第一发射营的营长叫做万新亮。你想想，这每个营的营长的名字啊，都被这个报告给搞出来了啊。还有，你说这里他做了一些分析啊，他说从2010年到2022年啊，中国的火箭军一共增加了13个旅，其中2017年到2019年这2年左右的时间就增加了10个旅。这10个旅啊，就使得中国的火箭军的数量增加了33%。我当时看了这份报告，我就有一个感觉，就这份报告绝对不可能是利用公开信息来写出来的。虽然他这个报告里头开篇就写了，他说我们这个报告都是利用公开信息啊搞出来的。那你想想，你通过什么样的公开信息能把中国的火箭军搞一个底儿掉啊？而且啊，他这个叫中国航天研究院，中国的火箭军严格来讲啊，跟这个航天之间的关系，你说有没有，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啊，就这份报告出来之后啊，我看到了国外媒体的分析，
就立刻引起了中国军方的关注。中国军方认为自己泄密了，就围绕着这一份中国火箭军的报告开始倒查中国的火箭军出了什么问题。紧随其后，我看到外电就有一个报道啊，说是查来查去啊，说是李玉超的儿子在美国留学，他这个儿子呢被美国的军方的情报机构给收买了，说在国内啊，在他爸爸这个领子上夹了一个什么微型窃听器，把整个中国的军方啊都给搞定了。我觉得这个传的有点邪乎啊，但我看到有一些比较严肃的媒体是这么讲到的，就是倒查中国的火箭军的时候啊，发现中国的火箭军里面呢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就违规向美国采购一些零部件。你采购美方的零部件过程中间就有可能泄密啊！你想想，你零部件采购，人可以做数据分析啊，你采购的什么零件用来干什么的，这个逆研究很容易啊。然后紧随其后就开始查火箭军里头内部的腐败案，一查，终于导致了中国火箭军的窝案爆发了。这火箭军的那些司令啊、政委啊，这基地的司令啊，就全都完蛋了。这是大家都知道。一开始呢，10几个上将，包括火箭军出来的魏凤和啊，就这些人呢，高级将领啊，那也都全部都完蛋了。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这一轮的军队的反腐啊，它确确实实跟一开始的泄密案有关。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啊，这张幼霞这次啊过程中间是否涉及到泄密呢？那么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还讲一下这魏玲玲。这魏玲玲啊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中国的首席报道记者。应该说客观来讲，魏玲玲在国内是有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渠道的。你看他报道的比较牛的，就当时预测这个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啊，总是非常准啊。但是他也有报道失误的这个时候，你就比如说20大之前，当时海外不是有一些听床师天天讲习下礼上吗？这习下礼上甚嚣尘上的时候，这魏玲玲写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啊，当时就讲李克强在党内的影响力还在扩大呢。他当时理由有2个，一个理由呢就是习近平搞的这个稳定啊，然后防疫啊，就是这些措施啊，在党内不得人心。而李克强呢，当时啊主张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整个经济的平稳过渡，受到了党内很多人的支持。另外他讲了一个例子呢，就是李克强的报道的曝光率开始提升了，而且在曝光的时候有意跟习近平唱反调啊。习近平一出来就戴口罩，而这个李克强呢出来不戴口罩，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李克强有可能在中国的党内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他没有明确讲习下礼上啊，但是他这篇报道出来被很多人解读为，哎，你看到了吗？华尔街也在说习下礼上。当然事后看啊，这个分析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我估计啊，就是李克强的影响力早就边缘化了，所以呢，就这篇报道本身可能也事后看并不是特别准确。那么咱们回过头来再讲，这张幼霞是不是涉及到泄密呢？那么如果涉及到泄密啊，就是张幼霞长期以来也分管火箭军，也分管武器的采购。那么火箭军中间如果要是存在泄密的话啊，那有可能也涉及到张幼霞，因为张幼霞直接向美方泄密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我查了一下，张幼霞这些年没有访问过美国，他访问过俄罗斯，他跟美方之间的接触也非常有限。你比如说美方的那个高级官员啊，这个国务卿助理啊沙利文呢，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跟张幼霞见面，也包括他也参加过香山论坛啊等等啊。但是呢，他跟美方的这种公开接触，一般来说是不太可能直接泄密的。而张幼霞本人也没有主动泄密的动机啊，所以他泄密啊，一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在分管的工作过程中间不小心导致了中方的这个核心的数据被美方给拿下了。当然了，那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这个也是这个严重违反中国的这个军事法律的，拿下它也是非常非常应该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啊，后续你要观察啊，可能也会有些端倪啊。假如说这个泄密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将来在宣判的时候，没准就会讲出来。当然，中共对军队的信息啊，一般来说啊，充满了神秘化。你就比如说像这个徐才厚、郭伯雄，当时还披露了点信息，但是你看那火箭军那些人现在被下去了啊，这都3年了，那到现在
任何有关的信息也没有披露。但不管怎么讲啊，就这件事情所导致的整个中国军队的大地震，那现在确确实实影响非常深远的。在最新的这个中国军队召开的军纪委的扩大会议上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将几乎已经没了，就是一个中部战区的韩胜言参加了，当然主席台上是张胜民除此之外全是中将。而这些中将我还仔细统计了一下，20多位中将中间，绝大多数16、17位都是去年从少将提拔到中将位置的。也就是说，这批整个中国军队的上层大清洗对未来中共军队的走向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少将这一批都开始纷纷进入到中将，然后呢承担起上将的工作了。那么对未来整个中国军队这个战力的影响，也包括台海局势的影响，大家现在都在分析呢那这个领域呢，我呢在今天我就不展开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又侠、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委员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生民宣誓，由张又侠领事。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宪法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张又侠。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